中国海军的首艘075型两栖攻击舰在海南服役，可以说是引起了全球的关注。这是中国首次获得此类舰艇。075型两栖攻击舰采用全柴动力，满载排水量约4万吨，全长237米。目前一艘服役，一艘试航，一艘下水西装。外界猜测中国海军还会再建造5艘，或者直接改建076型。其实中国海军现在已经有着不错的两栖作战能力。那么075对于中国海军的意义在哪里呢？与中国现有的两栖船只相比，075最大的优势在于直升机的载机量，比较专业的说法是垂直登陆能力。根据已知的数据，075两栖攻击舰能够运载多达30架直升机，用于各种用途。根据分配的任务，不同类型的直升机可以执行不同的任务。正是由于直升机的数量庞大，种类繁多，075可以执行不同的任务，并不只局限于登陆作战。最典型的情况下，主要使用直8、直20运输机进行机降作战，还可以携带直9、直10、直11直升机进行武装侦察和对地火力支援任务。全部使用海军的直9直升机时，可以进行大范围的反潜作战，其覆盖范围远超其他反潜舰艇，可以同时搜索和攻击多艘潜艇。而使用预警直升机时，则可以为舰队提供前置防空警戒，为舰队提供几十分钟的反应时间。可以说075的作战能力远超当年冷战时期的前苏联莫斯科级载机巡洋舰。目前中国海军具有相当强大的两栖力量，与几十年前不能同日而语。072改进型大型登陆舰大约有30艘在服役，这种排水量为4800吨登陆舰最多可以运输10辆装甲车、2架直升机和250名士兵，可以通过舰首跳板直接登陆，或者在离岸一定距离时进行。但该舰不具备远洋作战能力，多任务能力也很差。此外，还有8艘现代化的071型船坞登陆舰也已建成并投入海军使用。071型船坞登陆舰排水量为25000吨，能够运送多达800名士兵、20辆装甲车、4架直升机和2艘气垫登陆船。与072型不同，较新的071型能够进行全面的超视距登陆，从而为登陆部队提供更大的安全性。其实，在大多数轻度作战任务中，071型登陆舰已经足够使用。该舰造价便宜，运营费用低，看似排水量巨大，其实运用了大量商船建造的标准。071型登陆舰在亚丁湾反海盗作战中表现出色。071和075的作用分别相当于美国的圣安东尼奥级登陆舰和黄蜂级两栖攻击舰，大多数任务由前者就能完成，到后者出场时就已经是战略威慑的级别了。中国海军的新型075型两栖攻击舰比现有的登陆舰更大，能够携带更多的航空和两栖装备。在大型跨海登陆作战和海外行动中，它具有明显的优势。在海外任务中，一艘075可以抵得上数艘071型登陆舰，甚至可以取代部分航母的任务，降低航母战斗群的负担。075两栖攻击舰的入役，表明了中国造船业已经达到了全球顶尖的水平。也难怪有巴西观察人士评论道，中国正在做的事情令人印象深刻。如果075交付3艘，那么中国海军的2艘舰艇至少可以投送3个作战旅的部队，而中国并未就此满足，可能已经在规划076型登陆舰。2艘舰队的强化，意味着中国海军开始具备强大的突击作战能力，而不仅仅是近海防御作战能力。这对于未来走向远海的中国海军而言至关重要。据澳大利亚最新报道，一名澳大利亚学者撰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们真的以为我们可以吓唬中国”。文章中提到了前段时间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帮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布的作品《中国故事年鉴2020》。文章作者指出，中国大使在这部作品中用到的标题就是危机，正是当下中国和澳大利亚面对的紧迫局势。在澳大利亚针对华为的时候，澳大利亚就已经认识到这位中国外交官的能力了。文章作者描述中国大使是一个会倾听但并不妥协的人，认为中国大使是善于谈判，同时也比较易于交谈的人。然而，澳大利亚的外长似乎没有认清这一点。文章作者认为，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大使的性格超出了澳大利亚外长的理解能力，否则也不会把握不住和中国重新沟通的机会。澳大利亚外长不仅没有尝试与中国大使沟通，还在关键时刻提出要撕毁和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协议，彻底将与中国和解的大门给关上了。文章分析，澳大利亚外长的这一行为扩大了和中国澳大利亚关系的裂缝，且这裂缝是难以修补的。这名澳大利亚学者指出，澳大利亚最近的举动是难以理解的。澳大利亚不会认为自己能够吓唬得了中国吧？
当然不行。而澳大利亚近期的行动虽然看上去确实是为了澳大利亚利益才采取的，但是他并不认为澳大利亚能够胁迫中国，在他看来只是一种徒劳无功的行为。文章作者提出，澳大利亚目前要做的其实应该是修复和中国的关系，而不是像现在一样一味的搞破坏。引用中国故事年鉴中的信息就可以知道，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的恶化正是从莫里斯莫名其妙的要调查新冠病毒起源，并意有所指的暗示中国时开始的。他对于现在的澳大利亚政府有一个精妙的形容，他认为现在的澳大利亚就像一个手气并不好的牌手，虽然根本没有实力，却坚称自己手上的牌是满堂红，想要逼着对手认输。然而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中国是不会认输的，澳大利亚的底牌迟早会被揭开，现在已经不是澳大利亚凭借虚张声势就能获得胜利的年代了。这名澳大利亚学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他认为了解一个不同于澳大利亚国家是如何运作的，对于澳大利亚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让中国和澳大利亚关系修好的关键。据美国媒体国家利益在4月27号刊登了一篇名为《中国强化巴基斯坦军事力量》的文章。该文章中就提到，尽管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国力相距甚远，每年投入的军费预算更是相差巨大，然而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在与美国关系恶化之后的数十年里，却死死将印度拖死在了克什米尔地区，这其中最大的支持就要来自于中国。该文章中认为，印度在国力上占据极大的优势，很快让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争端中占据了领先优势。然而这样的优势其实仅仅来自于武器上的差距，而非是一个国家间综合性的优势。当中国选择帮助巴基斯坦之后，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就显得举步维艰。文章指出，中国很清楚地看到了印巴之间的差距最大问题在哪里，因此对症下药就简单得多。一方面，巴基斯坦开始获得大量性价比极高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印度仍然是国际军火市场主要的冤大头之一。此消彼长之下，印度就被死死拖在了克什米尔。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用了5款装备，其一是核武器计划。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到底从哪里来的？其官方始终没有透露，但是外界一直认定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导弹部件和弹头设计，甚至是可以用于武器化的高浓缩铀材料。这一点让印度始终无法放开手脚，在克什米尔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其二是 JF-17枭龙战机。因为美国对出售 F-16的限制性条款，巴基斯坦又与美国的关系恶化。当时印巴之间的战争让巴基斯坦吃了大亏，为此 JF-17成为了巴基斯坦要走的必然之路。中国提供的各类技术让巴基斯坦不光有了制造战机的能力，还有了能够在空中与印度的万国牌抗衡的能力。其三 ，A100 多管火箭发射器，该装备让原本陆军缺少有效火力支援的巴基斯坦陆军拥有了质的变化。巴基斯坦在2008年左右从中国引进了该装备，在常规冲突中，这种火箭炮如果放开手脚攻击，往往会对敌后方人员甚至平民造成大量伤亡，因此它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印巴的战略威慑力量，限制了双方冲突发生的规模和程度。其次 ，VT 系列坦克作为最早面对印度陆军装甲的应对手段，当时巴基斯坦引入了 VT-1A 主战坦克。虽然在一些机动性和装甲上还无法对抗俄罗斯、美国的主战坦克，但是125毫米的口径让它有足够能力撕开印度陆军的主要服役装备 T-72。面对 T-90 或许有些吃力，但是如今的中国 VT-4 主战坦克已经开始向巴基斯坦供应。其五是红旗16，在引入中国的帮助前，巴基斯坦的防空力量仅仅依赖于自己的空军，而中国利用性价比极高的红旗16很快就填补上了巴基斯坦的防御空缺，这让印度在动手前需要考虑可能会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基于以上的5点，该文章预测，如果印巴两国的发展轨迹没有出现明显变化，巴基斯坦很可能将印度拖死在克什米尔。